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許藍方，歡迎收看 Dr. Gracie。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，做這些事情會讓你的陰莖變短。針對這個陰莖變短，分兩個層面來說。第一個就是健康的所有男人都有可能發生變短的時候，是哪些時候呢？第一個就是氣候、氣溫。你到冬天，或者是你到氣溫比較低的國家，陰莖就會生理性的變得比較短一點。我強烈建議度蜜月不要去太冷的國家，不要去太冷的地方，比如冰島啊、極地等等的。這種時候呢，你可能會冷到你連衣服脫的欲望都沒有。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，你就更不可能跟你的伴侶兩個人乾柴烈火去有你們度蜜月的熱情。那第二個情況呢，就是你的情緒會影響，比如你在壓力比較大的時候，是你在緊張的時候，因為血管會比較收縮，會影響流入陰莖的血流，所以也會相對它看起來好像比較小。只要你的情緒狀態一旦改變了，那就會回到你該有的狀況。那第三個呢，也就是比較沒有興奮的時候，比如說你比較常打手槍，你每一天打，那你在跟別人做愛之前，你就會發現，好像沒那麼興奮，但是你還是可以勃起哦。但是你的這個勃起的長度就會跟你很興奮的長度是有差別的，你們可以試試看。第四個狀況呢，就是你在健身當下。還記得我們之前講了嗎？當你在健身，你想要練胸肌，你的胸肌就會先充血；你想要練二頭肌，二頭肌就會充血。當你身上的肌肉在充血的時候，那勢必在這個時候去陰莖的血就會沒那麼多，甚至不會去那邊。所以你在健身當下的陰莖變短是非常正常的現象。但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說法？什麼？男生之間跟你喜歡女生去約會之前，你要先打一次手槍。我聽過，但是這個打一次手槍就是降低你的興奮程度，但是降低興奮程度，那就會變得可能比較沒那麼硬。但那當然也是有可能很沒那麼興奮，也還是可以這麼硬。一定會有些人說，我就是沒那麼興奮，也是很硬，就是會有這種人。但是這是就是少部分的人。那當你的興奮程度一旦下降，你就沒有辦法跟你很興奮的時候的長度相比。意思就是說，你要持久還是看起来大一点，你自己挑一個。對，挑一個。那不然就是把你的身體狀況練到你可以又持久又大又興奮又每天射，一天射好幾次。當然有這樣的人，但是還請記得一句話，不是每個人都是加藤鷹。那再來呢，接下來要講的就是你一旦做了這些行為，你的變短就有可能會是永久的傷害咯。還記得我們剛剛講到一個，就是正常健身情況之下，因為血液要去它去的肌肉，所以陰莖會在當下沒那麼長。但是有一些人，如果你是在健身，你為了要讓肌肉变得更大，會使用藥物的人，那你這個時候，因為你長期使用藥物，你身體該分泌的荷爾蒙就會被影響，導致你的陰莖變短。它不會只是一時的，它會是永久的。你的肌肉越大，你的雞雞越小。那第二個呢，就是抽菸喝酒的人。抽菸喝酒，這大家已經都知道了。抽菸喝酒會造成我們身體的三高，那其實它就會造成我們的心血管的變化。你血管一旦不好，就會影響到不只是硬度、長度、寬度，甚至性交都有困難度。你不是長期抽菸，也不是長期酗酒的情況之下，都還是可以調整、可以改善。但是如果你讓自己的身體狀況處於長期抽菸喝酒，造成你的血管受損的話，那陰莖變小就是有可能是永久的咯。再來呢，是不恰當的性行為，包含了你跟對方的性行為的姿勢，還有你自己自慰的姿勢。有些人自慰因為口味越來越重，會開始用扭轉啊，或是凹折的方式。那如果是在性行為上面，比较常見的是女生坐在上面，反正就是你们之間的和諧度沒有那麼好，就有可能一坐下去就折到了。那只要造成你的陰莖受傷，那只要陰莖一旦受傷，有結痂組織或是纖維化的狀態的話，那當然就會影響到你的陰莖的長短啦。最後一個有可能會造成陰莖變短的原因，就是你長期沒有勃起。那長期沒有勃起有哪一些狀況呢？可能你越來越不自慰啦，或者是你越來越沒有性生活啦，
或者是你睡眠不足的情況之下，都有可能導致，因為你長期沒有勃起，因為它已經忘記它會勃起了，所以它的伸縮程度、它的彈性都已經受限了。睡眠呢，它除了有夜間勃起，它還有影響到我們的荷爾蒙，還有影響到很多生理、心理、交感神經等等的。那這邊我們就先不赘述。還有呢是視覺上的變短，比如說比較肥胖的人，當你的肚子一旦比較凸出來，那你就會把陰茎的，就是這叫什麼？從身體跑出來的那一段被遮住啦，就是視覺上會變短。那當然，因為肥胖脂肪細胞是跟女性荷爾蒙是有相關的，所以它也會相對的讓你的陰茎變得沒有那麼長。另外呢，就是如果你想要視覺讓你的陰茎變得比較長一點點的話，你就剃毛吧，把毛剃掉，陰茎本人就會都裸露出來。那希望大家你們在發現自己好像變得陰茎比較小的時候，先不要自我懷疑，可以照我们剛剛前面講的脈絡去看，你是真的生活形態有問題，還是正常的情況？如果是正常的情況之下的話，就不用擔心，每個人都會有。那如果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，你做了這些事，陰茎會變小的話，那也許你現在開始改變生活形態，改變你的飲食、你的體態等等的，還是有可能有救的哦。希望不管怎麼樣，大家都可以對你們可用的陰茎感到滿意。不管怎麼樣，可以尿尿就好了。祝福你們！喜歡我們影片的人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、開啟小鈴鐺。拜拜。